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是普通国，受美国支配，受美国割肉，受美国抽血，台湾再次领先全世界。517，民进党大败，也就是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地缘出现巨大的问题，在强对抗亚太局势里面，并没有跑到便宜，所以台湾是这一系列混沌之源。美国盟友倒台，表面上川普海啸冲过来，事实上问题在经济，也就是中国长期的布局，发展了大量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然后慢慢的深化，而这个深化往前突破了第一岛链，往西打到了欧洲彼岸，也就是中国已经摆脱美国对它的掣肘。菲律宾的家族政治已经到了庄园政治的程度，大家族之间轮流坐庄。杜特地、小马可是想要长期执政菲律宾，所以拍即合，两个家族联手，天下无敌。很快，沙拉杜特地当选副总统，小马可是当选总统。结果，小马可是非常的亲美，触及到了本地派杜特地家族的逆鳞。11月25号，沙拉杜特地就公开宣称，如果他被暗杀，已经组了一队人会反暗马可仕，所以菲律宾现在也分裂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是普通国，受美国支配，受美国割肉，受美国抽血，现状就是弱执政党 vs 强在野党，而且不强调抗中。如果从时序，台湾事实上是这一系列混沌之源，所以台湾再次领先全世界。军选完是一个4成民意，赖清德加上一个3党不过半的国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从517立院的首暴力冲突民进党大败作为一个分界点，从那一次之后，民进党基本上在立院就彻底吃瘪。这个变化内核就是民进党所奉行的那一套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也就是在强对抗的亚太局势里面呢，他并没有办法讨到太多的便宜，因为地缘政治出问题，最终反映到的是民生经济。所以民进党的大败根本核心就是民进党所操作的抗中保台的地缘、第一岛链的地缘、印太盟友的地缘。事实上在2024年1月13号的时候，民意具体反应是失败，然后民意更具体反应是在517打完架之后，在野党的整体支持度还是高过执政党，也就是说代表整体的民意是不断的在反对民进党现行的执政，而这现行执政自然包括整体的地缘政治，也就是不那么强调第一岛链。菲律宾这个国家很特殊，菲律宾的家族政治已经到了庄园政治的程度，它只是有现代化国家的壳，没有现代化意义国家的实，然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家族长期统治，而这些家族有实力的就会选出国会议员，非常混乱，所以大家族之间轮流坐庄。它其实就是西班牙殖民之下把原本地方土酋土邦这种家族合法合理化，然后美国人来了之后又给他们套上一层皮，那一层皮先是各地总督、执政官、市长，后来美国放弃殖民菲律宾，让菲律宾走向独立自主之后呢，又套上了现代 democracy 的外壳，所以菲律宾是一个混沌的国家。所以菲律宾现在两大家族互相争端，老杜特地他野心比较大，想要长期执政菲律宾，可是菲律宾的宪法一任总统做6年不能连任，所以菲律宾总统基本没有在连任，除非你搞军事独裁，像马可仕家族。那么小马可仕想不想长期坐庄？也想，因为他老爹就是独裁者啊，所以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在当时小马可仕要选总统，但支持度不够，而杜特地支持度在卸任的时候，因为他扫毒弃黑，强化军警待遇，尤其是警察，一定程度打破了家族政治。因为菲律宾的军队是美国人实质控制，所以就让杜特地权力明显上升，这就让杜特地有了自主空间。那你菲律宾的区位要发展就是亲中，而亲中国家赚到的钱反哺回来，又增加了杜特地的声望，所以杜特地就透过这一招正增强，不断的增加他声望。可是问题是6年一任你选不下去啊，他的女儿莎拉杜特地也是相当有政治野心的人，当然是有机会来接棒，但是遇到这个最大问题是怕被人家说世袭，而且美国会不高兴，所以一北一南两大家族正式的结盟。杜特地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家族，所以他本地派，马可仕就是亲美派，而且小马可仕他是菲律宾的超级网红，用新媒体来征服世界，杜特地用铁腕来征服世界，所以两个家族联手天下无敌，唯一能挑战他的戴罗玉家族双拳难抵四肢啊，所以很快沙拉杜特地当选副总统，小马可仕当选总统。结果小马可仕非常的亲美，这件事情还触及到了本地派杜特地家族的逆鳞，这件事情直接让两家公开决裂。马可仕甚至开启了对杜特地执政期间弃毒战争的调查，要把杜特地送进监狱。
语11月25号，萨拉杜特基就公开宣称，如果他被暗杀，他已经组了一队人，一定会反暗杀马可仕。玩到这种程度，已经彻底没有任何可转圜空间。所以菲律宾出现马可仕亲美 vs 杜特地亲中，各自找外援，而且因为他们家族地域很严重，所以又形成南北吕宋岛跟明达纳尔岛的对抗，所以菲律宾现在也分裂了。最后美国的现状是巴卡分裂啦，不这么反中。简单来讲，以马斯克为首的资本家跟深圳的红脖子底层人民呢，拆成两半。另外，川普的资本似乎对于中国跟第一任来说没有这么强大的敌意。然后美国原本拉起整个盟友线的拜登自己输掉，他的盟友接连出事，甭管是盟友仆从盟友还是仆从国，全部东倒西歪。所以更精确应该叫6+2连倒，或者是5连倒，反正整个西方现在就是动荡不安。最后盟友的倒台真正因素，第一个，盟友们集体围堵中国反中国的力量瓦解了；第二个，盟友当中开始出现背刺背骨仔，各种亲华甚至搞到亲中的力量都很强大。第三点，美国不只是原本的结构要瓦解，要全球退群。第四点，整个背景表面上川普海啸冲过来，更大的因素事实上是美国的长期实力出现问题，而中国在快速的上涨。具体呈现在中国已经摆脱了对美国高强度的依赖。首先，中国的一带一路去年成长 6.2%， 出口成长 8%， 进口成长 3.9%。中国今年 GDP 虽然习近平已经宣布保5了，但实际上是不是 5%， 这个我们可以质疑的问题。再来，东美之间的贸易额跌到2001年以来最低剩 14.6%， 东协成长到史上最高，占了 16%， 光是前11个月就销出了6244亿美元的状况。那可能说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额不是在上涨吗？对，实体贸易额成长了 2.9%， 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的出口成长 3.9%， 但是进口美国0，完全没增长。更好玩来了，总额上升，占比下降，因为全球通膨，这一点上升的总额就被吃掉了。最后萦绕在现在全球的趋势里面，现阶段跟中国之间出现态度转换的台湾、菲律宾，要么内部出现分裂，反对党都不这么反中，日本跟韩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转向。另外在欧洲地区，法国、德国、英国这3个属于欧洲最重要的3个国家，再加上半个意大利是最明显的，而意大利是最亲中的，梅洛尼直接跑到中国去了，那就代表整个亚欧大陆都出现了整体的反转。而这个反转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中国长期的布局，也就是中国已经慢慢的摆脱美国对它的掣肘，而长期发展一带一路反而做了一个兜底，也就是中国不是自己在抗美啊，中国是发展了大量的南方国家一带一路，然后慢慢的深化，而这个深化往前突破了第一岛链，往西打到了欧洲彼岸，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前海港在秘鲁，也就拉美地区。事实上，美国盟友倒台的背后，笨蛋问题在经济，这就是具体反映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的动荡里面。